昨天下午，我们来到了塞尔维亚佩斯特高原上最寒冷的小镇谢尼察，在高原荒野的尽头，看见了最震撼的乌瓦茨大峡谷。但是意犹未尽，所以呢，次日一早，我们又从谢尼察的酒店搭车上山，想看看乌瓦茨大峡谷的云海和日出。如果能有幸看到，这趟巴尔干半岛的旅行就真的太值了。这视角真不一样。哇，真是太美了！当我在观景台上忍不住连声称赞的时候呢，我把无人机飞了起来。从乌瓦茨大峡谷搭车回到酒店，每个人都再兴而归的感觉。然后在酒店里吃个早餐。手是一些疤的完全。今天早上起来，谢尼察这个小镇全程大雾。
快到冬天了，塞尔维亚的人民也已经开始储蓄着木头，准备应对这个寒冷的冬天了。逛着逛着，来到一户人家，主人好像热情地招呼我过来喝茶。Oh, thank you. Prosu, prosu. 虽然我们听不懂他说了什么，然后竟然请我们喝。哦，一个像是茶，一个像是。A ništa ne znaju. A fina ona. I on. Mladi, opet to. Co? 哦，一个是 T， 一个是。他问搁不搁盐？对不对？那你也去啊？墨汁。Thank you。Dobro, ajde. 你没事。哇，好好喝啊！这个。谢尼察，这个位于塞尔维亚西南部的小镇，我相信很多外来的游客来到这里啊，都是为了看我们前面看的乌瓦茨大峡谷。这座小镇紧邻着乌瓦茨大峡谷，距离约6公里左右。那么这个小镇呢，坐落在海拔1000多米的佩斯特高原上，被群山草原寒冷的空气包围。这里常被称为是巴尔干的西伯利亚。冬季气温甚至能降到-30多度，是整个塞尔维亚最寒冷的地区之一。这里一直是连接巴尔干内陆跟亚得里亚海之间的重要通道。奥斯曼帝国时期，不同的民族、宗教和文化在这里交融，因此呢，今天的谢尼察依然能看到浓厚的巴尔干穆斯林文化痕迹。谢尼察是我们在塞尔维亚最后停留的一个地方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搭大巴前往下一个国家巴尔干的黑山。黑山是一个海岸国家，它的西边就是亚里亚德海，有很多非常著名的海滨旅游城市。现在我们在路上看到一片正在收割土豆的一片田地，非常具有塞尔维亚的人文风情，所以我们把车停下来了，大家都很兴奋。哇，那些农民也很激动，到处我们在欢呼，在打招呼，非常热情啊！哇，他们收割的时候好开心啊！Contácalo la patilla, men. Ja hoću uzeti od tamo kopir. Čorari.哇塞，这里的农民虽然在干活，但是非常欢乐啊！我对旅途中这个意外的小插曲还挺有印象的。我见过许多农业丰收的景象，庄稼地里劳动的人们流着汗珠，神态大多比较辛苦，不苟言笑，氛围呢是安静的，甚至隐忍的。
但这里有点不太一样，他们在劳动的时候啊，脸上挂着笑容，神情呢比较轻松，氛围有一点兴高采烈，这样我觉得有一点反差。来一点，来一点，快点，来一点，来一点，大家拍的好兴奋啊！哇塞，这里的农民是在干活，但是非常欢乐啊。Serbia good. From I'm from China. China. Oh. 没抓。叫那个尼泊尔那边也是嘛，就是比较幸福快乐的状态。这个老板他顶着那煤走是吧？对他不想让你们影响他们干活。对对，现在出来就是黑山了。你已经进黑山了，那黑山。太有感觉了，我跟你说，真的，就这种劳动人民的憨厚的感觉，就是这样的。是。观察的还很细呢。就是你看。大巴车经过这座桥的时候，我听到车里面的团友发出阵阵的惊呼，他们不约而同说到一些我比较陌生的名字，比如电影《桥》，还有歌曲啊，朋友再见，好像他们都从旅途的疲惫中一下子就打开话匣子，有说不完的话一样，兴高采烈的。后来我才了解到，这座桥可以说是很多中国人的集体回忆。1970年代，一部名叫《桥》的南斯拉夫电影，让很多的中国人认识了南斯拉夫这个国家啊。电影里面，游击队为了阻击德军前进，决定炸毁一座横跨峡谷的大桥，而那句经典的炸掉它炸掉它以及主题曲啊朋友再见，直到今天呢依然留在很多中国人的记忆中。而电影中那座桥呢，它就是眼前真实存在于今天黑山北部的塔拉河大桥。桥下是著名的塔拉河峡谷，这里最深处超过1300米，被认为是欧洲最深的峡谷之一。而横跨在塔拉河上的这座桥修建于2战前，曾是当时欧洲最大的混凝土拱桥之一。2战期间，为了阻止轴心国军队推进，南斯拉夫游击队确实炸毁过桥的一部分。后来呢，这段历史被改编成了电影《桥》，并在遥远的中国意外走红。我听到团友们这样说，在那个年代，中国能够接触到的外国电影并不多，这也是《桥》这部电影能在中国意外走红的原因。《桥》这部电影里面讲述了勇气、牺牲和反法西斯战争的这种精神呢，很容易引起共鸣。于是呢，这座位于巴尔干深山中的桥呢，成为了很多中国人的集体回忆。几十年过去，南斯拉夫已经成为历史，但这座桥依然横跨在塔拉河峡谷之上。时至今日，好像它已经成为了连接一代中国人跟巴尔干之间的特殊的时代记忆。等到下一个团队，我真的路上出
出发前就给客人买好面包吃的。是有那个这个电影当时是讲的什么？讲就炸这个桥，那个反法西斯的战争，他们要阻挠他，就只好炸这个桥。这个桥又舍不得炸，但是后来必须要炸，应该是这样一个故事。我国老一辈人心目中一部非常经典的电影《南斯拉夫的桥》，就是以眼前这座塔拉大桥为灵感而创作的。这座桥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意义非凡，所以很多游客远道而来，就是为了看这座桥。看过塔拉河大桥，并在桥边的餐厅吃过饭后，我们就搭车继续往黑山北部山区的茨布利亚克出发。这个小镇坐落在杜米托尔国家公园的核心地带。我们在小镇上下榻的酒店被群山跟森林环绕，是黑山山地风光最集中的区域之一。这个酒店距离我们明天游览的黑湖，也就是黑山最著名的高山湖泊，只有4公里左右。现在是早上凌晨的6点钟，然后街上基本没有人，很冷清，但是呢，它背后的风景非常美。然后我们准备去杜米托尔国家公园。哇，这里的一个霞光非常好看，亮得不得了。 7天啊，还有1天啊。所以在哪都能看到中国的游客。这里便是黑山这个国家最壮观的自然名片之一——杜米托尔国家公园。这个公园建于1952年，在1980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。这里属于迪纳拉山脉的一部分，拥有接近50座海拔2000米以上的山峰，以及18座冰川湖泊。而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其中最著名的黑湖。黑湖呢是冰河时代留下的湖泊，几千年前冰川退去后，涌水在群山之间形成了这一片湖面。湖水颜色并不是真正的黑色，而是因为四周浓密的黑松森林倒映在湖中，让整个湖面看起来深邃而安静。这就是著名的杜米托尔公园，一个很重要的景点 Black Lake。
黑湖，咱们可以看到那个湖水是碧绿的，然后它上空有一层飘渺的云海，然后在上方是白色的山峦，有点仙境的感觉呀。在场。太阳来了，太阳来了！哇，太美太美了！哇塞！离开了杜米托尔国家森林公园，大巴继续出发。那么我们将会去到的是黑山这个国家的首都波德戈里察。这座城市虽然是黑山的首都呢，但是它很容易被人们忽略，因为人们说到黑山啊，首先会想到的是著名的一些海滨城市，比如科托尔、布德瓦。我们下一站旅游目的地呢就是布德瓦，但是会经过首都波德戈里察。
之所以说波德戈里察很容易被游客忽略，是因为这里没有很浓厚的这种商业旅游的气息，就像是一座寻常但没有太多辨识度的城市。街边的咖啡馆、慢节奏的生活以及典型的巴尔干式的松弛感，它没有科多尔那种惊艳的古城，也没有布德瓦的海滩，但它就像一扇门，是观察现代黑山最好的窗口之一，让人看到黑山更真实的一面，一个夹在山和海之间，融合了东欧、地中海和巴尔干文化的小国。右边的赶快拍呀！漂亮啊，右边。奥地利怎么这么漂亮啊？哎，右边好漂亮啊！左边。左边啊。它算一个区，行政区。行政区，看清楚了。现在我所在的地方是黑山的首都波德戈里察。因为我们从杜米托尔国家公园去这个圣斯特凡岛的话，要经过这个波德戈里察，所以我们停在这个地方吃饭。因为现在还没到饭点，所以我们来拍它这个非常精致的一个教堂，它的名字叫基督救世主大教堂，里面的壁画很有意思。这座教堂里面把这个铁托、马克思、恩格斯都放在这个火炉里面。这座基督复活主教座堂是黑山最有代表性的东正教建筑之一，巨大的穹顶、厚重的石材、拜占庭风格，内部满是金色的壁画。但它也是整个巴尔干近年来最有争议、最现代政治化的东正教教堂之一，因为里面的很多壁画出现了传统的教堂不会出现的一些壁画，比如说现代的历史人物、共产主义的象征，比如马克思、恩格斯还有南斯拉夫时期的一些元素，其中最出名的就是马克思等人处于地狱火焰中的一些壁画。之所以这样子呢，是因为在前南斯拉夫时期，东正教会长期跟南斯拉夫共产主义关系比较紧张，所以后来南斯拉夫解体后，东正教势力重新回归于是呢，一些教堂艺术开始带有反共产主义、反无神论、宗教复兴。所以这座教堂可以说不仅仅是一座宗教建筑，它更像是一面镜子，映照着南斯拉夫解体之后整个巴尔干世界复杂的历史记忆。
在波德格里察吃过饭后，我们就搭车约1个半小时，就来到了黑山可能是最著名的旅游城市布德瓦。这就位于地中海海滨边的一个旅游城市呢，是黑山旅行不可错过的旅行目的地。好了，以上是本集影片的全部内容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集开始布德瓦的旅行。这就是著名的度假胜地布德瓦。这个小城市位于地中海的一个亚得里海域附近。